李世民的时日不多了，他在昏睡3天醒来之后，便第一时间叫来太子李治，他还要在这仅剩的时间将托孤仪式安排好。本来李世民打算将魏征、房玄龄等人留给下一任皇帝，可他们却都走在了我李世民的前面。现在朝中可以信赖的托孤之臣只剩下了长孙无忌、褚遂良和李世继。长孙无忌身为李治的舅舅，自然不用担心，而褚遂良又是长孙无忌一手提拔起来的，也可放心。唯一让李世民担忧的便是李世继。李世继这个人无懈可击，无懈可击是最麻烦的。李世民担心年轻的李治压不住李世继，因此他决定要下一道指令，不需要任何理由的将李世继贬到陇西做外官。我来做这个恶人，如果他马上离开长安，你继位之后就擢升他为仆役，你对他有恩了，他就会效忠于你。如果他拖延，就把他杀了。李世民的狠辣与果敢让李治不寒而栗，但他还是第一时间派人回长安宣读诏令。而李世继还不知道一场事关他生死的考验已经来临。太监对着李世继宣读了李世民的圣旨，将正3品的太子宫詹事李世继改任叠州总督。这突如其来的降级处分让李世继内心翻汤倒海，但是能成为李世民的托孤大臣又岂非等闲之辈？人精的李世继很快就猜出这是陛下在试探他，而太监读完圣旨还故意试探李世继：皇帝陛下准你申诉。臣谨遵旨。说完，李世继就大步流星地走出太极殿，只是刚走到殿门口，就被斜上方的阳光照得睁不开眼，仿佛在告诉他这天下即将要换主人了。我接到圣旨，改任叠州总督。啊！我们现在立刻就去任上。怎么也要回家一趟嘛？无论如何也要跟夫人说一声吧，准备一下行李吧。糊涂！我们哪儿都不能去，马上去叠州。无懈可击的李世继知道自己要是走慢一步，那就会没命。只有立即出发，才能够消除陛下的疑心，保住自己的性命。而他正是靠着这精明的政治智慧，让自己得以善终。与此同时，在家养老的李靖听说此事后，也不禁佩服李世继的才思敏捷，并断言日后李世继将会大放光彩。可惜年过古稀的他是没机会再见到了。现在的他时常想起自己曾征战沙场的一幕幕，平萧显灭突厥取定襄灭吐谷浑，一生征战未尝一败。然而即便是这样一位战无不胜的军神，依旧躲不过岁月的侵蚀。最终在贞观23年5月18日，这位大唐战神李靖在看完红拂女的最后一支舞后离开了人间，享年79岁。得知噩耗的李世民悲痛不已。为什么他们都走在了我的前面？回长安，我要祭奠李将军。然而此时的李世民已被重病缠身，别说回长安了，就是离开终南山都做不到。最终在长孙无忌的搀扶下，李世民只好朝着李靖所在的方向深深一拜。李将军啊，路上珍重啊！贞观23年，关中再次迎来多年不见的旱灾。心系天下苍生的李世民连续3天3夜不眠不休地进行祈雨，好在老天爷这次给面子降下了瓢泼大雨，但这次祈雨也让李世民的身体到了油尽灯枯的状态。虚弱的他躺在床上，连话也无法说出，但他的心里却还有放不下的事情，奈何无法说话，于是只能用手指在长孙无忌的手心比划，表达自己的意思。李靖将军厚葬了，按宫里的最高的那个规格厚葬的。李世继他走了，没有回长安。知道了。看着亲密无间的发小虚弱到如此模样，长孙无忌悲不自胜，痛哭不止。本不信佛的他，此刻无比希望诸天神佛保佑李世民。菩萨保佑，菩萨保佑，菩萨保佑啊！大唐啊！李世民把该托付的都托付了，该交代的事情也全都交代好了。在临走之前，李世民仿佛回光返照般又能开口说话，没有任何牵挂的他决定将这最后的时光留给自己，于是让武媚娘取来《兰亭集序》，让武媚娘再读一遍《兰亭集序》给他听。读吧，就像读给自己听。武媚娘打开《兰亭集序》，轻声细语地朗诵起来：永和9年，岁在癸丑，暮春之初，会于跨界山阴之兰亭。《兰亭集序》的朗诵声响彻李世民耳边，
仿佛间，李世民看到了一匹白马朝着他跑来，并带着李世民飞到了长安上空，让李世民临走之前再看一眼自己打下的江山。父皇，父皇，父皇！公元649年，初唐第2代帝王太宗李世民病逝于终南山翠微宫。3个月后，群臣为李世民上谥号文皇帝，庙号太宗。出临当日，在朝中任职的胡人官员和前来朝贡的各国使节，无不失声痛哭。依照各自习俗，削发得耳，华年自残，一是对太宗的沉痛哀悼。而刚刚从秋瓷开选的阿史那舍尔，更是请求自杀殉葬，视为诏令。这个突如其来的举动，震惊了刚刚登基的李治和满朝的文武百官。李治以太宗生前曾明令禁止殉葬为由，拒绝了他的请求。